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美中贸易战开打1个月，初期口水战的喧嚣已经被初步的数据取代，情况到底如何？美中双方都说希望谈判，但双方开始谈，为什么就那么难？美国计划巨额扩张军费 ，CIA 还专门制作中文视频，公开招募中共官员做内线。这一系列操作是川普政府在对中共宣战，还是另有图谋？他给我们传递了一系列什么样的信号？好，今天我们还是从贸易战开讲。过去1个月，如果你单纯看美国的旧媒体，看中国的各种媒体和社交平台，你可能感觉美国经济下个月就要开始衰退了，美国物价下周就要暴涨了，美国商场的货架下个月就要空了。因此，过去1周，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最新经济数据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美国商务部4月30日公布了2025年第1季度的美国 GDP 数据，显示美国第1季度 GDP 按年计算下降了 0.3%， 这是自2022年以来美国首次季度负增长。我看到有个别什么都不懂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立刻在网上发帖说，第1季度中国 GDP 增长超过 5%， 而美国却下降了 0.3%， 中国是全胜美国。我们先不说现在全球经济学家都在把中共的 GDP 数据当笑话看，就说美国这边第1季度 GDP 出现下降，其实是在很多经济学家的意料之中的。这个下降和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无关。首先，这个下降和美国 GDP 计算方法这个技术因素有关。美国在计算 GDP 时是把进口作为负值的。美国企业都知道川普上台后会开始打贸易战，因此很多美国企业提前大量进口和囤积了一些关键商品，因此今年第1季度的美国进口激增 41%， 这一项就把美国 GDP 的数据从技术上大大往下拉了一把。其次，这个 GDP 数据也在展现马斯克效率部的成功。第1季度美国经济最大的一个下降条目是美国政府的支出下降了 5%，而这正是川普成立效率部的希望达到的效果。美国经济最关键的引擎是美国人的消费，这一项在第1季度增长了惊人的 3%。其中，在第1季度的最后1个月，3月份，美国消费者支出、建筑支出、制造业订单等一系列经济数据和2月比都在往上涨。这一系列数据清晰展现出美国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基本面非常强劲和有韧性。一直用灾难性的说法来描述川普经济政策的那些旧媒体，被这种数据打脸打得啪啪响。在尴尬中，美国旧媒体的解读是，这些数据展现的是川普4月2日宣布他的新全球关税政策前的情况。真正能够反映美国关税政策后果的，还要看5月2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美国4月份的就业情况。那好，下面我们就来看看5月2号美国劳工部公布的就业数据。数据表明，美国4月份最新增加了18万个就业岗位，远高于经济学家原来预期的14万。美国失业率因此维持在 4% 的历史低点，而美国人愿意参与就业的比例，也就是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了 63%。这样的就业数据还是在川普政府在4月份削减了近1万名联邦政府雇员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一系列数据再次啪啪打脸旧媒体此前对川普关税战后果的灾难性描述。这些就业数据说明，至少目前大部分美国雇主并没有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开始停止扩张招人。过去1个月，美国最戏剧性的一举数据还是美国股市的表现。4月2日，川普宣布了他的全球新关税政策后，在短短1周，美国股市标普500指数就暴跌超过 12%。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轮番上阵，在头版报道美国股市每天大跌的情况。但是为什么这些媒体在过去2-3个星期却不太提美国股市了呢？因为自从4月9日川普宣布对中共国以外的国家先只涨 10% 的关税后，美国股市就开始了一轮疯狂反弹。美国股市在过去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
这是20年来最长的一次连涨。截止我做节目前，美国标普500指数已经涨到了5687点，超过了4月2日关税公布前的5671点。正是因为股市的表现对旧媒体此前的说法太打脸，这些媒体只好选择低调报道股市反弹了。按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说法，就是跌的时候满屏警告，涨的时候鸦雀无声。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过去1个月中共国那边的情况。现年60多岁的黄德明是中国过去20多年高速发展的幸运儿。20年前，他看准了面向出口制造业这个方向，企业越做越大，他的工厂生产从服装到圣诞节装饰品等一系列产品，大都销往海外，其中美国市场一度占到他整个业务的80%。美国市场通常愿意付比其他市场更高的价格，所以黄德明能占领美国市场，就如同拿到了一把高回报的金钥匙。川普过去1个月公布的对中共国145%的新关税，对黄德明来说就是一个噩梦。他在美国市场的3大客户竟然同时取消了给他的订单，没有企业能够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目前他不得不把每天3班倒的工作时间削减为2班，同时宣布让30%的工人自行休假。而让他最闹心的不是这些关税带来的直接损失，而是那种对未来无法预测的内心煎熬。如很多人一样，黄德明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开拓美国以外的新市场。他派2个儿子到香港、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等地寻求新客户，但其实他内心非常清楚，这些市场的人口总和还不及美国的1/3，消费力更是和美国没法比。更关键的是，这些市场原来就已经有一整套供应商了，他现在硬往这些已经基本饱和的市场插一脚，难度大得惊人。在这轮贸易战中，中共虽然反复强调中国人超强的忍受痛苦的阈值，但却非常小心规避清晰展现出目前中国经济真实的痛苦程度。因此，黄德明这样的故事只能在个别海外的媒体上看到，人们也只能从外部猜测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海外的海运数据显示，从中国运往美国的集装箱数量持续下降。总部位于旧金山的货运公司 Flexport 的数据显示，中国发往美国的货物预订量下降了60%。一个海外的海事情报平台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出货的运量降幅高达50%。有海运公司直接取消了跨太平洋的航次，一些规模较小的航运公司也取消了原定于5月份从中国发往美国西岸的航次。目前有多少中国人因为这场贸易战失业？中共那边肯定不会愿意提供这方面的数据。不过，美国这边各个机构的估计是，如果这场贸易战持续下去，可能直接引发中共国1000万到3500万人失业。李克强在2020年疫情最严重时，曾经在他主持的一个稳出口的会议上表示，外贸行业直接或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1/4。李克强当时还特别强调，纺织、箱包、塑料制品等行业对国内就业尤为重要，而美国是所有这些行业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习近平反复强调，中国要有和美国在贸易上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但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在国际贸易上最可怕的不是持久战，而是人家不和你战。买卖双方哪里有什么持久战呀？美国人是要正常生活的，如果美国无法从中共国买某种商品，美国一定会想办法从其他地方买。虽然开始时价格可能会高些，质量可能会差些，美国能在2战后把欧洲和日本买得经济腾飞，能把韩国和台湾这样的小国买成亚洲经济小龙，能在过去20年把中共国买成世界工厂，美国应该也能在未来把东南亚各国和印度买成下一批经济腾飞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在沃尔玛买货的美国大妈，是这个世界上默默无闻却又最具有影响力的群体。
根据世界最新的海运数据，就在中国到美国的海运数量暴跌的同时，从东南亚各国到美国的集装箱订仓量却在增加。虽然目前增加的规模还比较小，在中国到美国海运运费暴跌的情况下，从越南到美国西岸的运费却在快速上涨。现在每个集装箱已经上涨了$200了。美国财长贝森特最近表示，在所有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国家中，印度有可能成为最先和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据媒体报道，印度穆迪政府明确告诉美国，他们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主要替代国。苹果 CEO 库克在最近的一次苹果公司财务报告电话会议上表示，本季度美国销售的大多数 iPhone 都将产自印度，而在美国销售的其他苹果产品将主要在越南生产。制造苹果产品都属于高端精密制造业能力，是产业链最难迁移的一类产品。苹果公司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这样的全球产能调整，是因为他们在过去6-7年就一直在多元化他们的产品供应链。那么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年是什么触发苹果这样的企业要做这样的产业链调整的呢？对，是川普2017年对中共发起的第一次贸易战。当然还有随后疫情、地缘政治等其他因素，但最开始启动产业链的契机就是川普发起的第一次贸易战。川普没能在2021年再次当选，而必须等4年到2025年才再次入主白宫。现在从贸易战的角度看，这居然变成了一件好事。正是这4年额外的时间，才给了很多如苹果公司这样的跨国企业，给了美国很多进口商机会，让他们有时间来调整他们过度依赖中共国的产业链。如果没有这些额外的时间，在产业链方面做出这样的实质性重构，目前川普对中共国的高关税真的会立刻反打到美国企业和商家身上，让美国人无法承受，也让川普复兴美国的梦想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宏观看历史，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巧妙的设计，因为那些设计是那么的出人意料，我可以确认当事人不可能是背后的那个设计师。就比如川普，他虽然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当事人和承载者，但是川普绝对不可能设计他在2020年败选，然后设计他在2024年当选，然后推出目前的全球关税新政。人习惯于把人的决策看得很重，其实任何人能做成大事，天时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回看历史时，大家通常会说那个人真有福气，干什么都顺。在人中，一个有福气就把一切天意和设计给解释了。反观中共这边，福气好像就不太足了。在过去20多年，中共经济内需的引擎一直是房地产，但这个引擎在过去3年是彻底熄火了。过去2年，中共统计局还敢战战兢兢地推出 GDP 增长5%的数据，完全靠中共国出口这个增长项目了。目前中共国和美国直接贸易占他们出口纯利润的30%，如果把其产地间接出口到美国这样的情况算上，和美国贸易可能占到中共国出口纯利润的60%以上。因此和美国停止贸易就是在掐灭中共出口这个最后还能为中共经济发力的引擎。对此诸葛摇动的习近平可能感觉自己不在乎，但众多的中共官员却不傻，他们不会那么不在乎。在20多年前，很多中共官员主动选择所谓的下海，就是辞去他们的政府官职而去做个体生意。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来说，他们会感觉这些人干得太傻了，完全无法理解。其实什么时候普通人的行为动力都是在寻找自己利益的相对最大化。那时在中共体制当官就意味着低工资和贫穷，如今吃惯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红利的中共官员自然不想再回到当年那样的日子中。因此我在上期节目提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美中贸易战如果只是给中国老百姓带来痛苦，那么它对中共的统治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如果贸易战
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引发中共权力体系出现裂纹，那么这个贸易战对中共的未来就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过去一周，连很多和中共走得很近的美国旧媒体也注意到了，出于不同的原因，中共从行动到措辞都开始降低对抗美国和美国打贸易战的这个调子了。首先，中共商务部最新的语调发生了明显转变，表示正考虑与美国展开谈判，而不再坚持要美国首先大幅削减新关税来作为谈判的前提。另外，据彭博社报道，在美国宣布取消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子产品的最新关税后，中共自己也悄悄取消了对46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的125%的关税，被豁免商品占美国进口到中共国商品总量的1/3。豁免的美国商品主要是那些中国高度依赖的美国产品，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医疗产品、航空零部件等等。贝森特说，中共的这个豁免清单相当于告诉我们，他们离不开哪些美国产品。更有趣的是，美国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中共在停买美国大豆1个星期后，再次成为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在截止4月24日的一周内，中共购买了14万吨的美国大豆，而在前一周，也就是双方贸易战升级后的第一周，中共几乎全部只从巴西购买大豆，美国大豆只买了区1800吨。有人说这是因为巴西那边没有足够的大豆供应中共，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共在用行动向川普示好。毕竟中共第一轮贸易战中对川普最有效的一招就是买美国大豆了。5月2号，多家海外媒体透露了另一个重要的消息，中共公安部长王小洪日前主动询问川普团队，问美国这边到底希望中国这边在芬太尼化学品问题上采取什么行动。报道还说，中共正考虑派王小洪到美国或在第三国和川普政府官员会面。这显示在芬太尼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川普在2月1日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宣布，因为中共在芬太尼问题上的不作为，而决定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共当时的回应是拒绝就芬太尼问题和美国谈。3月4日，川普把这一关税再提高到20%，中共依然拒绝就芬太尼问题和美国谈。现在，美国把对中共的关税升高到了145%。黄小红突然想了解美国在芬太尼问题上的具体要求了。显然，中共是想通过芬太尼问题来突破目前和美国之间的沟通僵局，缓解双方的紧张关系，给双方启动贸易谈判提供一个机会。目前美中之间的状态非常奇怪，一方面双方都表示希望开始谈判，但在通信高度发达的今天，双方至今都没有启动任何双方都承认的正式谈判。几周前，中共官员私下抱怨无法接触到川普的核心团队，而在过去10天，川普和他的内阁成员多次谈到正在与中共一方接触。我在上期节目也谈到，韩国记者拍到了中共官员进入美国财政部的画面，但直到我做这期节目为止，中共一方还是坚决否认和美国有任何官方接触。我在上期节目重点分析了中共那边不想承认和美国有官方接触的3个原因，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这边其实也对现在就开始和中共谈判有顾虑。目前川普政府虽然正在和10几个国家进行1对1的贸易谈判，但是谁都清楚，美国最终的贸易对手却是在谈判室外的中共。川普政府最终能和这10多个国家达成什么样的双边协议，那将决定未来世界贸易的新格局。只有到那时，川普才能清楚地知道美国到底在哪些方面还离不开中共。到那时，川普才能决定美国对中共有多少底牌，对中共的底线可以画在哪里。中共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中共这边也只能等待美国那边消息的明朗化。不过中共这边的焦虑
却是按耐不住的。中国外交部4月30日发布了一个题为不贵的视频，用不贵来做一个鼓舞士气节目的标题，直接让我笑喷了。当你喊出坚决不下跪的口号时，你已经在向全世界宣告你心里想的全是用什么姿势下跪的问题了。在视频中，中共强调自己不会在和美国的贸易对峙中下跪，同时呼吁世界其他国家也和他一起抵抗美国的压力。视频居然还批评美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的90天缓刑的做法，说是一个引军入瓮的致命陷阱。这些阐述清晰展现出中共对目前川普政府正在进行的10多个单边贸易谈判是多么的担心。当然，现在就宣布美国一定会在川普挑起的这场贸易战中获胜，还为时过早。但是至少从最新爆出来的美国和中共国的数据和消息来看，从国际外交态势来看，川普这边似乎看到了一些可能胜出的早期信号。川普挑起的这场关税战是川普在他的百日新政中最受争议的一个议题。不同的人对川普的关税战发表了不同的批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川普这个政策让很多人都有种失控的混乱感。有人说他不应该敌友不分的在向中共这边真正的对手宣战的同时，也向欧洲这样的历史盟友同时宣战，搞得全面树敌。有人说川普不应该一出手就这么狠，不给美国企业和商家一个喘息和适应的机会，有可能以此引发美国的通胀，甚至引发美国的经济衰退。甚至有专家根本不认为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是个问题，认为这是不同国家之间储蓄和投资差异的自然产物，因此他们从根本上反对川普用关税和贸易这些经济杠杆作为武器的这个做法。一直没有针对川普关税发表观点的巴菲特5月3日在他的股权人大会上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就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巴菲特在投资领域如神话般的存在，但他一生的成功是建立在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上的，因此巴菲特支持全球化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其实我也同意，全球化的经济模式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全球化模式下持续恶化的各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这个问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经济学家依据自由市场的理论，固执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市场自己就能解决世界贸易不平衡的问题。理论上，货币和工资应该因为全球贸易不平衡而在市场机制下进行自我调整。美国会因为透支购买过多商品而造成美元贬值，这样一来会让在美国生产东西更具吸引力。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应该因为在贸易中赚了很多钱而有钱更多的消费和享受生活。但不幸的是，这个理论上的自我平衡机制在现实中并没有发生。目前国际贸易不平衡已经发展到了失控的状态，其中有旧国际货币体系的原因，更关键的原因是全球化贸易被中共变态的发展策略所利用，从而推动世界贸易不平衡发展到了变异的状态。但是这种贸易不平衡却不会妨碍巴菲特这样的全球投资人继续赚钱，所以那些世界精英阶层可以完全忽略这种贸易失衡。但这种持续存在的不平衡给中国和美国的中下层老百姓带来的却是两种不同的陷阱。在中共单方面强调发展制造业的经济模式下，大多数中国人目前依然贫穷，而且中国人的生活还变得越来越卷到成为全球奴工也无法自拔。同时，这种国际不平衡给中下层美国人也带来了深刻的创伤。随着制造业向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大转移，大量的就业岗位也随之转移。美国传统的中西部那些老工业区因此被掏空。美国人选择川普，本质上是美国普通人和华尔街精英之间对世界未来往哪里走的理念对决的结果。在极短时间用激烈的方式打破人心中的既定常态，
从而在人心中制造出混乱感和混沌感，然后在这人心的混乱感中不断变化自己的策略，向他的目标推进。这似乎已经成为川普2次执政的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制造人心中的混乱感，会不会就是川普实施他政策的一种手段呢？下面我们来谈谈美国国会两院最近提出的一项对美军换代式升级的大投入。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大胆的国防开支计划，计划一次性增加1500亿美元投资，重点提升美军在下面几个方向的作战能力：一、提升美国海军的舰艇数量和美国的造船能力；二、提升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能力，包括对美军在菲律宾的投入以及和台湾等盟友的合作；三、提升美国本土导弹防御能力，加强美国对高超音速导弹的防御能力；四、提升美军无人机作战的综合能力。从这些条目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次换代式升级针对的核心目标就是中共。4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明确指出，中共目前正在进行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扩张。因为中共在南海和台海问题上的态度，中共正成为美国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这次美军大手笔提升军费战力，是被动应对中共在军事上的巨大投入。所以有人说，在过去10年没有任何实质性冲突的情况下，中共却成功地把自己从美国的贸易和反恐盟友变成了美国全方位的对手。说到美中对抗表面化的问题，这不仅让我又想起美国中情局 CIA 5月1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2个招募中共官员做线人的中文视频。视频站在中共官员的角度，反省自己的命运不由自己掌控，就算自己只想安稳过日子，却在官场动荡中难以自保。即使自己向来规则办事，也随时可能在官场沉浮中被消失。最后视频落在我必须为我的家人们准备一条后路，和 CIA 合作并没有改变我的目标和初心，并且不论我的未来是什么，至少我的家人还是能享受一个美好的生活。然后就是提供如何秘密和 CIA 的联系方式。整个视频拍摄水平达到电影级，但是中文配音却明显是用的美式中文的那种感觉。很多看过这个视频的中国人都在网上嘲笑说，不可能有哪个中共官员会因为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而冒死去联系 CIA 的。但我对这个视频背后的策划却非常佩服。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个视频也会引起一些低成本远程离间计的作用。目前全世界都知道，第一，有很多中共官员的子女和家人都在海外生活；第二，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官员和将领不断落马，这要么说明习近平疑心极重，要么说明中共内部权斗已经白热化。基于这2点事实，就是这个视频最后没能招到中共官员，它大概率也能让习近平和有海外背景的中共官员睡不好觉。睡不着觉就会多想，习近平会想他下面哪些官员可能生二心，而那些官员会想会不会有人用这个理由整自己。想多了就会生疑心，习近平的疑心重了，下面的官员就会倒霉，下面的官员疑心重了就会想跑路。我感觉这届美国政府针对中共真的是很用心，明的暗的各种招数都在往外使。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